奠定日本文化根基的三部大书，从史书到诗歌，从汉字到假名，从神话到人情，日本文化这棵大树在奈良时代就开始深深的扎根了。那么这些文化的养分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它漂洋过海而来，深刻塑造了日本的精神世界，甚至影响至今。我们将揭开答案，佛教是如何点亮日本列岛的。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起源于古印度的佛教并不是直接传入日本的，它是从中国漂洋过海传过去的。大约在4世纪初，佛教在中国扎根，受到了朝廷的广泛推崇，寺庙广为建立，并设有僧院供人学习。所以当日本的圣德太子想要引入佛教的时候，这佛教在中国和朝鲜已经非常发达了。结果就是呢，几乎没啥日本人再跑到更遥远的印度去学佛了，他们直接从朝鲜那儿学。而朝鲜的佛教呢，又是从中国传过去的。那些能够远渡重洋跑到中国的日本和尚，就把更加正宗的佛教带回了自己的家乡。对当时的日本佛教徒来说，中国就是佛教的圣地，中国高僧是他们的老师，中国的名山古刹的遗迹，那就是他们的寻求开悟必须朝拜的圣地。其实呢，在引入佛教之前，日本人崇拜的是各种让人惊叹的自然现象，搞一些祈求丰收、躲避灾难、求长寿的仪式。有些日本作家呢，把拜访这些奇山异水叫做神道，顾名思义就是神的道路。后来这种自然崇拜呢，也就成了神道的信仰的一部分。但在圣德太子那会儿呢，日本根本没有全国性的宗教组织，神道也不是一个复杂的宗教体系，连古事记里都没有提及神道这词儿。所以呢，佛教一入日本，几乎没遇到啥抵抗，很快就传播开了。这里面有一个很值得玩味的问题，为啥中日两国的统治者都推崇佛教？原因呢，其实也很好理解，因为佛教传授的教义能够把统治者和上天联系起来，这就给统治者合法性一个很好的说法。圣德太子自己就有佛学老师，后来的其他统治者也请佛教老师来和自然沟通，特别是对于风调雨顺的愿望。因为古代的中日两国都非常重视传统的农业，只有风调雨顺，农业才会丰收。从朝鲜和日本引入佛教哲学，核心讲的就是一种天地和谐的世界观。它鼓励人通过冥想悟道，节制世俗的欲望，这是个和平的宗教，所以对朝鲜和日本的政治领袖都非常有吸引力。统治者寻求的是一种能凝聚民心的精神，促进社会稳定的思想。比方说，在日本，佛教最初能够传开，是靠朝廷和大家族的支持，但是慢慢的，在老百姓中间也开始流行了。越来越多的平民开始相信，通过进行正确的佛教仪式，就能在平静中获得重生。还有一部分统治者认为呢，建大型的佛教寺庙就能得到上天的护佑。和尚们往往在僧院里学习，通过诵经帮信徒寻找涅槃，节制欲望。统治者也能利用佛教组织打击反对派。但问题呢，跟着也来了，寺院有地还不交税，势力一大，反而会侵蚀国家的税收基础，给统治者出了难题。到了奈良时代晚期呢，有些统治者就发现呢，这些佛教徒的势力已经有点尾大不掉，不好控制了。中国的隋唐时期，能来到中国寺庙学习的日本僧人数量极少，在日本人看来，这是一种特权。这些日本僧人和中国僧院的关系处理得挺好，在那落脚后潜心学佛。这一时期呢，日本僧人都极其珍惜能访问中国名山古刹的机会，这能大大的加深他们对佛经的理解。反过来，也有中国僧人去日本传播教义，并向日本人传递一种观念：只要成为信徒，就能减轻痛苦，在极乐世界获得重生。佛教在日本兴盛以后呢，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宗派，有些是从中国或者朝鲜传过去的，在日本受到了欢迎；有些宗派像净土宗，则深深地吸引着普通的老百姓。和原来那种敬畏自然景观的神道传统相比，佛教提供了一整套更全面的信仰系统。佛教从中国传入以后，日本就把佛教传来之前的传统信仰和实践都纳入了一个更包容的大结构里。佛教并没有取代传统信仰，只是让它更加系统化了。这种兼容性使得佛教与神道得以长期共存，形成了日本独特的文化融合。所以你看，佛教和神道在日本就这么共存了下来。即使在佛教成为日本国教的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的早期，各地的神社也在佛教这把保护伞下面继续存续着。正是由于佛教与神道的兼容性，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呢，佛教在日本和中国经历了
截然不同的遭遇。稍微熟悉唐代历史的朋友可能对灭佛有一定的印象，就是因为僧院不给朝廷交税，唐朝的武宗皇帝搞过一系列的灭佛政策，但日本并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灭佛运动。除了僧院数量猛增，日本在佛教艺术方面，比如佛画像、佛塑像和寺庙建筑也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佛教在绝大部分历史时期几乎可以说是一种世界性的宗教，并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建立了强大的文化连接，而神道则基本上只局限于日本。后来民族主义在日本抬头，日本领导人更多的利用了神道而不是佛教来为他们的一些行动进行辩护，这就是后话了。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儿。佛教来了，寺庙就得盖起来。那下一回我们就来讲讲日本的建筑文化与中国的关系，看看日本的建筑技术最初来源和启蒙到底是啥样的。